嗨，大家好。10月24日，新疆的一场火灾在国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引起了一次罕见的所谓“白纸运动”。既然是导火线，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新疆1124火灾的来龙去脉。首先，起因：2022年11月24日晚19点多，吉祥苑小区8号楼2单元的1502住户布阿依先木买吉艾丽在家里洗蒸汽浴时，中途发生了一次电路跳闸，而后他将电闸复位后继续洗澡。正在这个期间，他的女儿在家中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焦糊味，随后发现原来是卧室的一处插座起火，随后赶忙去叫正在洗澡的布阿依先木，妈妈着火了。随后布阿依先木立即停止洗澡，赶到卧室查看，此时火苗已经将床上的用品、木质墙裙以及天花板吊顶等全部引燃，火势之大已将黑烟通过窗户和楼道蔓延至楼上的16楼。此时1601的住户穆尼热爱和买吉的家人中已经出现缺氧状况，于是穆尼热立刻在微信群中求救，这就是网上广泛传播的那个求救音频。求求你们了，16楼，16楼，我们现在已经很缺氧，我们小孩也不行了，快，我们现在太缺氧了。而此时15楼着火的住户布阿依先木先后用了几盆水尝试灭火，但火势实在太大，并已蔓延开来，单凭一己之力已无法扑救，随即拉起女儿奔出家门求救。在出门后刚好碰到了从微信群中闻讯赶来的社区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带着母女2人下楼，并同时拨打了119火警电话。此时的时间是19点49分，下到14楼向该层住户求助后，几个人又尝试返回15楼再次灭火，但仍未能成功，最后只能下到1楼避险。来到1楼后，由于此时火焰喷出窗外，很多燃烧物纷纷跌落，也就是视频中看到的这个画面。为了防止被坠落物砸伤，在救援人员的指引下，他们进入1楼一位住户的家中，从其窗户逃出，并安全抵达楼外。19点54分，也就是拨打119火警之后的5分钟，辖区和平路消防站的3辆消防车就抵达了吉祥苑小区外。但由于消防车无法立即进入小区，消防队随即分成2个小组，搜救组队员先行冲进楼内，并抵达着火楼层及更高层进行人员搜救行动。此前求救的1601住户穆尼热一家就被消防员安全带至楼外。以上经过由获救住户亲自证实，所以判断基本属实。而此时消防大队的灭火组则尝试将消防车开入小区之内，消防车辆迟迟无法进入小区灭火，也是本次火灾最终导致10人死亡、9人受伤的最关键所在。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详聊，先把事情的经过说完。除了消防员的搜救外，其他单元的住户也冲进着火单元协助救援。比如这位曾经做过消防的退伍军人，就奋不顾身冲入着火单元，还因此负了伤。而其他住户也展开了自救。位于隔壁单元高层的一位高衣女生后来发文说，火灾开始后，他们家一直关着门窗，直到有人敲门后，他们才开始逃生。此时楼道里的烟味已经很重，由于他们在高层，所以没有选择乘坐电梯，而是一行人到了楼顶，并从天台转移到离着火点更远的单元后，才坐电梯下到1楼离开。当他发出此文后，一堆人询问他吉祥苑小区到底有没有被封锁时，他是这样回答的。看到很多人问单元门有没有上锁，作为事件亲历者在这里回答一下，没有上锁。火灾之前我们就是可以下楼的，如果楼是锁的，那我怎么可能逃出来呢？的确，网上很多留言称这个小区由于疫情被封控管制，单元楼是被锁住的，所以住户只能破窗而出，而封锁导致了逃生不及时，进而酿成了悲剧。而事实上刚才也说了，着火单元的住户下楼时，由于楼上有燃烧物跌落，为了大家安全起见，才从1楼住户家中的窗户逃出，并不是因为楼门被封锁。而且这一点也被该小区那位高一学生所证实。更何况在消防员赶来之前，还有很多其他单元的人员冲进着火的2单元进行救助，如果封锁又怎么能轻易进入呢？事实上，乌鲁木齐天山区的这个吉祥苑小区早在11月12日就已被划入低风险区，住户可以随时出入小区。这是当时发布的208个由高风险区降为低风险区的小区，天山区的吉祥苑就赫然在列。而且即便是高风险的小区，也只是封锁小区，住户还是可以在小区内活动，并不存在每栋楼都被封锁的情况，所以谣传的该小区楼栋被封无法逃生并不准确。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5分钟即赶到现场的消防车究竟为什么迟迟无法进入小区，进而酿成了后来的悲剧发生。首先，小区的位置，你在百度地图中搜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吉祥苑小区，地图非常清晰地将小区轮廓标出，它是位于东一环路高架旁边，前面还有一个东风日产 4S 店，后面则是乌鲁木齐市第40小学。从地图中可以清晰看到，从高架到小区楼下是通过一条并不宽敞的小路连接起来的。我们使用百度地图提供的街景图来到这个小区的入口，可以清晰看到右侧的东风日产 4S 店，小区的入口处还有一个岗亭，而进入小区的小路两侧还停着很多私家车辆。用此前给大家介绍的方法查一下日期，这张街景图的拍摄日期为2016年5月23日，距今已有6年多的时间。而这一张则是更为清晰的图片，可以看到岗亭和行车栅栏，远处就是百度标注的吉祥苑小区楼。那么这条小路是不是就是当晚视频画面中消防车驶入的那条路呢？另外，这个标注的吉祥苑就是着火的那栋楼吗？我看到几乎所有的媒体或者自媒体都将入口锁定在了这里，而我却发现了几个疑点。首先，事发的单元楼，我们从街景图中可见，远处的那栋楼就是被百度地图标注为吉祥苑小区的建筑。我数了一下，这栋楼的层高应该为15层左右。而我们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是，着火建筑物是有16层甚至21层住户的。我们注意图片中，着火楼层向上还是有很多楼层的。而且从百度街景来看，建筑物外观呈淡黄色，而事发建筑物外观则为暗红色。其次，我们看一下入口的周围，这里紧紧挨着高架桥，辅路非常的狭窄，而且上方还被高架路面遮挡，并不存在多辆消防车鱼贯而行，而且还能隔空喷水的条件。所以综合以上判断，当晚消防车的进入点并不是这里，而着火建筑物也不是百度地图所标记的那一栋。那么到底是哪栋楼呢？我们从消防车无法进入小区时从外面隔空喷水的画面可见，中间是隔着一排稍矮的建筑物的，而且从事发后的图片来看，着火单元和左侧隔壁单元是存在一定程度错层的。而且请各位注意一下此图右下角的2个洋葱状物体和旁边的扁圆形球体。我们再次来到卫星图，在百度地图标注的吉祥苑小区旁边，我发现了这样一个建筑，它的朝向与标记小区刚好垂直，楼体外观的颜色则呈暗红色，而且最上面的部分刚好存在一个错层，而这是百度标记的那栋楼所不具备的。而且在它的西南侧刚好有一排稍矮的建筑群，而且我们再向左边看，发现有很多建筑物的顶端都存在刚才图片中出现的洋葱状特征以及那个扁圆形球体，所以这张图的拍摄方向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综合以上的分析，我判断着火的建筑物应该就是旁边这栋更高的楼，着火点就是与错层衔接的这个单元的15楼，而多辆消防车鱼贯而行的马路应该就是旁边的这条和平南路1巷了。而这条马路进入小区也是存在入口的，我们来到街景图，可以清晰看到这边的入口是这个样子。不过同样这也是2016年拍摄的老图了。据称事发当晚，这个入口两边停了很多的私家车辆，阻碍了消防车的进入。这车还而很多居民用手机拍摄消防车进入小区的视频，则都是从隔壁这几栋矮层建筑而来的。喷不上呀，他是不是都没有意识到他没有喷上呢？消防车想从这个入口驶入，而后再右转进入着火建筑物楼下进行抢救，无奈右转方向又被几个为人车分流而安装的地桩所阻碍，于是有了多位居民拍到的拆卸地桩的画面。这会儿真的拆的呢，那车还是得进来，他那个火还是没有灭。消防车迟迟无法抵达着火楼下，消防员只能在马路上开启远程水枪进行灭火，于是才有了视频中隔空灭火的画面。可是无奈距离还是太远，远水依旧难解近火。这是网上流传较广的另一张救火图片，个人判断应该是从该栋楼的背面，
也就是消防车开到了乌鲁木齐市第40小学的操场，从楼后进行的灭火。注意，从背面看，右侧突出的部分并没有着火，而从正面看，则是15层以上3列住户的窗户全部烧黑。以上就是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发生大火的全过程。最后，用那位现身说法的高一学生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视频。很多人可能说，就算有一些不实的消息，起码这些消息可以引起舆论的关注，也能带来正向的影响。但是我们想要做出改变，想让那些罪有应得的人受到惩罚的话，不能让那些有罪的人挑出我们话里的毛病。我们要用事实，用真相去控诉他们的罪恶。我没有为什么人洗地的必要，我也是受害者。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